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看住家里乱糟糟的样子，决心周末要来一场大整理，于是你上网下单了一堆收纳箱、分隔盒、真空袋，想着这次一定要把家里收干净。然后呢，一开始的确整理得漂漂亮亮，但没过几天又回到原本的样子，东西还是到处堆，柜子里又多了一堆你忘了买的收纳盒。问题出在哪里？今天这支影片，我想带你重新认识一个关键观念：收纳不是目的，而是结果。当我们开始用减法来思考生活，才会真正脱离无止境整理的轮回，回到简单、有序、真正让人感到幸福的日常。我们为什么总是整理了又乱？很多人说，我不是不整理，我是怎么整理都整理不好。但你知道吗？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收纳技巧，而是你拥有的东西超出了你生活真正需要的范围。一个人每天穿的衣服可能就那几套，但衣柜里却有50件衣服，甚至还有10几件等瘦下来再穿的裤子。厨房里有7、8个锅子，但你其实每天只用1个炒锅和1个汤锅。孩子的玩具、长辈送的赠品、过期的护肤品，这些都占据了你家的空间，却几乎不参与你的生活。这时候你再怎么分类，再怎么买收纳工具，都是治标不治本，因为你的空间问题其实是选择问题。收纳不是万灵丹，而是生活选择的镜子。很多人在实践收纳整理术时，会掉入一个误区，以为只要找到对的方法，家里就会自动变整齐。但其实，整理从来不只是方法，更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。收纳盒只是工具，真正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拥有。当你拥有的东西少了，清楚了，自然就不需要太多的整理方法。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，就是不是会收纳才有整齐的家，而是会选择才有轻松的生活。减法生活的3个观念核心。如果你渴望一个清爽、有序、不再反复整理的家，这3个减法生活的核心观念，请一定要记住。1. 空间不是用来填满，而是用来呼吸。你家的柜子是不是总是满满的？是不是只要看到哪里还有空隙，就会觉得好像可以放点什么？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充分利用空间，但却忘了，空间最好的用途，有时候是保留它的空。当家里有留白，当物品之间有呼吸的空间，我们的心也会比较不焦虑、不压迫。你会发现，视线清爽的空间，就是一种精神的平静。所以，下一次你整理完一个抽屉时，不用急住把它塞满，让它空住，也是一种力量。2. 整理的目的是留下，不是丢掉。很多人一提到断舍离，就感到压力，庞佛整理就是要把东西丢掉，丢得愈多愈成功。但事实上，丢掉不是目的，留下才是重点。你应该问自己的是，这个东西我多久用一次？它真的还带给我快乐与价值吗？我愿意为它保留空间，保养它，管理它吗？当你愿意诚实面对这些问题，留下的东西自然就是你需要的、喜欢的、有意义的，而不是因为担心后悔、觉得浪费、怕别人说话而保留的负担。3. 简单不是贫乏，而是自由。很多人抗拒减法生活，是因为担心会失去多样的选择，失去被肯定的感觉，失去拥有的安全感。但其实，简单不是少了什么，而是多了什么。
当你不再因为东西太多而找不到想要的物品，当你不用为了整理一柜子东西花掉半天假日，当你进入家门就能松口气，不是更累，这就是自由。简单，是你对自己生活的主导权。从这5个空间开始实践减法生活。也许你会问，我该从哪里开始？很简单，先从每天会用到的地方入手。这里列出5个最容易开始、最有感的空间。1. 餐桌，生活的心脏。把餐桌清出来，只放当餐使用的餐具与物品，不要让杂志、包裹、遥控器堆在这里。当你每一次用餐都像是在为自己过节，幸福感就会逐渐累积。2. 书桌，工作桌，效率与清爽的源头。整理书桌时，只留下你当下工作需要的物品，用一个临时纸箱放置正在处理但尚未分类的东西，帮助你保持桌面简洁，让你的大脑知道，这里是可以专注的地方。3. 衣柜，打造好心情的秘密基地。一次整理一类，从上衣开始，再到裤子、外套、配件，边整理边试穿，感受每件衣服是否还能让你感到自信和自在。记住，你值得每天穿得快乐，而不是将就。4. 厨房台面，幸福感的起点。一个清爽的厨房，不只是让你想下厨，更是让你觉得自己掌控生活。将不常用的电器收起来，把零散的调味罐集中收纳，让台面保持净空，让每次煮饭都变成疗愈时间。5. 床边与床头柜，静心的出口。睡前的环境会直接影响你的睡眠品质，请为床头留下一盏温暖的灯，一杯水，一本书，而不是一堆杂物、电子产品和未拆的包裹。这里不是储藏室，是你和自己对话的地方。减法之后，收纳才真正发挥功能。当你减下多余的物品，你会发现收纳其实变得很简单，不再需要多层分类，因为东西少了；不用标签纸和色块分类，因为你清楚每样物品的位置。收纳不再是你每天烦恼的任务，而是一种顺手自然的行为。这时候的收纳不再是遮丑布，而是生活秩序的温柔延伸。当我们走过满是杂物的日子，才会明白，收纳不是为了把东西藏起来，而是为了让生活更清楚，更有选择。减法生活并不是一种委曲求全的生活方式，也不是追求极端清空的虚无感，而是一种主动筛选，一种重新选择的力量。当你愿意放下那些也许哪天会用到的东西，放下别人送的不好意思丢的包袱，放下不丢好像就还拥有的错觉，其实你真正放下的是过去对于拥有的焦虑与不安。你开始相信自己有能力选择，也有权利只留下让自己安心、快乐、自在的物品。这样的减法不只是物品的整理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转变。你会发现，原来幸福不是藏在满满的抽屉里，而是躲在那个终于被清空的桌面上，藏在睡前一眼望去的整洁床头，潜伏在那个打开衣柜时毫不犹豫的笑容里。减法生活不需要一次到位，也不需要你变得完美，它只是每天一次小小的决定。今天，我愿意为自己的生活减少一点负担。今天，我愿意腾出空间，给自己更多的呼吸。也许只是丢掉一样东西，清空一个角落，或者决定不再买某个备用的物品，那就已经是最好的开始了。愿我们都能在这样温柔而坚定的练习中，慢慢走向那个简单、幸福、属于自己的家。因为真正的整理
不是把生活整理好，而是让心终于有地方安放。